真正的善良和伪善究竟该如何区分？只因眼睛、头发的颜色不同，那些人就连人这一称号都被剥夺，被称为什么人形猪。而女主雷娜明知道是自己的种族造成86不幸的罪魁祸首，但是觉得自己跟种族的其他人不同，所以上赶这个86们交流，试图向他们彰显自己这种不同。殊不知，在塞奥特他们看来只觉得虚伪。现在一切窗户纸都被戳破，雷娜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却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。等塞奥特骂得差不多了，莱登才开口，让雷娜把同步断开。毕竟战斗已经结束了，他们也没心情陪他演白皙人种和人形猪和和美美的戏码。樱花其实他应该觉得凯耶临死前那句我不想死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。同伴们逝去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太常见了，大家只能活在当下。第二天宿舍区又热闹了起来，只有塞奥特迟迟过不去那个坎，女孩子就把他压在身下为所欲为，看得游人和大家羡慕无比。其实他们只是想帮他补扣子了。追到塞奥特画板上的狐狸脸，大家知道他昨天那样是想起狐狸队长了，那是对塞奥特影响非常大的战士。安吉很羡慕塞奥特能遇到那样的人，毕竟他以前遇到的都是不好的。金爷则照常从凯耶的机甲上拆了一块零件。突然塞奥特问他，如果是狐狸队长的话，会对那个指挥官说些什么呢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反正那个玩圣女游戏的白周也不会再同步过来了。但塞奥特心里清楚，他的狐狸队长绝不会说那样的话的。晚上新准备继续刻凯耶的代号，没想到雷娜又同步了过来。其实断开同步之后，雷娜的心中无比后悔自责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安妮塔，表示不理解，反正不可能跟那些86见面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雷娜却不那么认为，像她可以完整的喊出安妮塔的名字，因为他们是好朋友。可她就从没有想着去用先锋队队员们的名字，说明她潜意识里没有把他们当成人类对待，甚至被人点破才意识到这一点。安妮塔依旧觉得无所谓，再一次劝雷娜干脆趁这个机会辞掉管制指挥官，来他们研究室想清闲算了。雷娜当然不可能辞掉这份职责。小时候，她的父亲曾带她去过战场，父亲告诉她，他们正在做一件比战争更加残忍的事情，应该尽快阻止这种事情。然而他们在那一次遇到了敌人，雷娜的父亲也死在了战场上。这时准将走了过来，两人聊起了雷娜的父亲。虽然雷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，但她很庆幸能亲眼看到86的情况，知晓这个国家的现实。准将并不否认雷娜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人，不然不会冒着危险带女儿上战场了。然而他表现的再怎么正义，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和共和国的其他人一样，都只是在隔岸观火。不管怎样的高谈平等，终归是自说自话，被理想主义驱使着。他带着雷娜去战场，本就是愚蠢无知的举动。准将不希望雷娜也变成这样，让他先接手先锋队，原本是让他感受一下国家的现状，接着给他造成了困扰。准将也希望雷娜能辞职，雷娜不想，他就问他们共和国旗所象征的是什么。雷娜回答了，是自由与平等，不爱与正义和高洁。准将因为雷娜贯彻了这些嘛，看看现实吧，共和国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。理想正因为高到难以触碰，才被称作理想。明知无法触碰，却又不断的追求，何尝不是一种愚蠢和卑鄙呢？从军部回去的路上，雷娜脑海中不断回想了塞奥特的那些话，某种羞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，转身就在大路上狂奔，一直跑到晚上，终于下定决心和星爷进行了知觉同步。雷娜最吸引人的一点，大概就是知错能改了。他话不多说，直接向星爷介绍了自己，然后问他们的名字都是什么，他一定会好好记下来。星爷觉得没有必要，塞奥特的话也不代表他们所有人的想法，让他不用太在意，毕竟现状不是他一个人导致的，也不可能由他一个人来挽回，而且不知道名字也是为了他们指挥官好。一直生活冰冷的代号就会逐渐忘了对方是个人，这样对他们死了的时候心情也不会过于沉重，毕竟他们战神在战场上活过1年的都是少数。雷娜觉得这样太卑鄙了，从前没意识到这一点的自己也很卑鄙，对他不想再卑鄙下去，坚持询问星爷他们的真实名字。最后星爷还是开口了，将所有代号对应的名字都告诉了雷娜，对雷娜的称呼也从冰冷的指挥官变成了米利杰少佐。星爷一边和雷娜聊天，一边继续刻着凯耶的名字。因为86没有目的，在星爷最初进入部队里面就和其他人约好了，要把失去队友的名字刻在机体的碎片上，再由活下去的人保管，活到最后的人会把全员带去他所抵达的终点。直到现在，这个使命还有星爷肩负。5年，他已经送走了561个同伴，这561个人，他每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听完星爷讲述自己的故事，雷娜更想和其他人道歉了。星爷就帮他连了线，雷娜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然后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的话，能将自己的真实名字告诉他。于是由塞奥特率先开口，这个代号笑面狐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，就是他一开始被分到的战队的队长。狐狸和雷娜一样，也是白喜种，他觉得只让86孤身战斗不太合理，就自己折返了最前线，后来还主动掩护其他人撤离牺牲了。因为遇见过这种实打实做出成绩的白喜种，再跟嘴上说的远比付出行动多得多的雷娜，塞奥特自然看不惯他。雷娜问凯耶上次说的好人是不是这位，塞奥特回答可不仅仅是队长一人，是所有用自己的方式拼死反抗过的人，反抗这个由同为白色人种的人创造的肮脏的世界。说完之后，莱奥特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紧接着是莱登，他也为他们之前认为雷娜是伪圣的圣女而道歉。其他人一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双方的关系总算进了一步。快结束的时候，雷娜才想起来送葬人没说自己的名字，然而一听到诺赞这个姓氏，他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，问星爷认不认识一个叫修雷诺赞的人，代号无头骑士。星爷的脑海中涌现出了无数景象，然后告诉雷娜那是自己的兄长，而修雷是雷娜的救命恩人。当初他和父亲在战场时遇到敌袭，就是修雷救下了他。看到他是白色系人种，也没有把他丢下，还将珍贵的巧克力给他吃。雷娜已经听父亲说过，他们对86做了很
过分的是，不解地问修雷为什么要救自己。修雷回答，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的市民，为保护国家而战是义务也是荣耀，还不和光说不做的渣子们一样，所以要去战斗，要去誓死的守护。这番话在雷娜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种子。救修雷将雷娜送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还告诉了他自己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弟弟，他希望有一天能活着回去看弟弟。讲到这里，雷娜问星爷他的兄长怎么样了，这么想怎么也不能活到现在呀。果不其然，星爷告诉他，兄长5年前就死在了这东部战线，但是这5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兄长，而且并不是在找遗体。和先锋队和好如初的雷娜又恢复了从前开开心心的模样。虽然前2天没吃下布丁，但今天的草莓蛋糕吃得也很开心。安妮他们的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选晚礼服？毕竟马上就革命季了。雷娜不想去，让安妮塔这个男士陪她一起，因为她最近忙着和先锋队培养感情，准确的来说是个星爷。带个星爷单独同步联络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现在连白天都有唠嗑。雷娜一边吐槽自己不想参加派对，一边上楼，结果一边不小心碰到一个小情侣在打波，脸瞬间红了起来，赶紧往另一个方向跑。就在这时，星爷突然收到提醒，让他进入战斗准备。可雷娜没有收到任何警报，星爷却笃定道军团要来了。回到指挥室的雷娜忍不住问星爷是怎么知道的，而星爷却让他切断直觉同步连接，说这次有很多黑羊和他同步会很危险。雷娜自然不肯切断，他也需要实时了解战场情况。于是星爷直接深入敌方腹地，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悲鸣涌进雷娜的脑海中，有人在喊母亲，有人在说救我，清晰口内话语汇聚成了嘈杂的噪音，而大脑在试图分析辩解的同时，不得不将那些悲鸣全盘接纳。雷娜头痛欲裂，根本无法继续指挥。而那边切断连接之前，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凯耶的我不想死。那之后雷娜产生了 PTSD， 只要有想直觉同步的想法，脑海中就会出现那些悲鸣，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。另一边，星爷对这样的情况早有预料，他们要一边战斗，一边受到悲鸣的干扰，还要加上雷娜痛苦的尖叫，一心三用只会让自己更加危险。所以星爷切断了连接，他们也同样听到了凯耶的声音。毕竟当初凯耶身陷湿地，他们没办法将人和机体带回去，没想到还是被带走了。耳边凯的呐喊让他们的恨意到达了顶峰，虽然最后大获全胜，打击的机体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。他们以为雷娜听过那样的声音，肯定不会再同步过来了，没想到莱登刚说完，雷娜就同步了。他问星爷那个声音究竟是什么，星爷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起了自己的一次濒死经历，或者说那时的他已经死了，所以他听到了和自己一样明明死了却没能消失的亡灵的声音。这支军团也是伴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了存在意义的亡国的军队。星爷之所以能够提前预测敌人来袭，就是因为他能听到那种的声音。今年为止，共和国就近的军团他全都掌握了。因为雷娜，共和国不是预测2年后军团就会停止行动，共和国的政府的确是这么对国民宣称的，但星爷告诉他那是错误的，因为战场上到处都是取之不尽的燃料，人类的大脑。被带走的凯耶现在大概也在某处，既非保留着曾经人类的意识，又无法进行意识的交流，只是被复制了死亡瞬间思考存在的残渣，这就是被他们称之为黑羊的东西。星爷笃定地告诉雷娜，你们会输，军团2年后并不会停止，但是86会灭绝，毕竟现在86们几乎只剩下了小孩，到时候86死光了，谁来继续为他们白系种送死呢？到时候该他们自己死喽。而且现在的军团已经有了智力，他们知道战死的头部大多已经损伤。尽管如此，黑羊也获得了比寻常军团更高的处理能力。那么如果他们得到了没有损伤的大脑呢？本来只会被动接受命令的军团出现了统领，引领亡灵们的指挥官。星爷将他们称其为牧羊人。有了牧羊人指挥的军队，棘手程度与没有指挥的军队天差地别。没错，连牧羊人的声音星爷都听得到。而在这第一战区的深处就有一只。雷娜天真的表示，那我们在那之前把军团全灭不就行了？星爷没有回答，这种事情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功的呀，更何况那只牧羊人可是他的哥哥。